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这种手相理财生财能力强，一年要比一年好，迟早富贵享福。我们的手上有着很多的纹路，这些纹路并不是什么作用都没有的，它们其实是我们命运的一个体现。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手来判断我们一生的命运，比如说是否会有钱，婚姻是否会幸福，事业是否能良好发展等。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10大吉祥的手相都是什么吧。1. 手掌掌纹呈 M 形，称金山掌，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与手掌上其他的掌纹形成一个斜的 M 形，犹如一座金山。这种手相是最多大富豪拥有的，像李嘉诚、王健林等等富商都是 M 纹手。有此手相特征的人，通常有很强的事业心，拥有远大的目标，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不达目的绝不放弃。可见其商业运和富贵运有多大。一般深长的事业线都意味着早年工作创业比较辛苦，但是只要肯努力，就一定不会差，早晚都会成为有钱人。因此，这类人往往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名利双收。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或是努力的方向不对。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是事业的方向，他日一定能跃升到富翁的行列。2. 财纹数量多。所谓钱财纹，是指在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一般人手上都钱财纹，只是数量有的多，有的少。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旺，越容易招财，尤其是偏财运好，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1. 如果摊开手掌时，手掌处有明显凹陷的，形成一个盆状，这个被称之为聚宝盆。有这种手相的人，必是人中之龙，百年难得一遇，容易聚财，早晚是有钱人。2. 事业会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在工作上并不是能够专心，小想法多，今后工作上需要多去努力，遇到问题不要退缩，想办法去解决，可以给你带来很好的事业运。3. 事业还有提升的空间，近期运势不明显，工作上还能再努力一些，今后会有大的成就。感情一般，感情中矛盾不少，自己不能很好的解决，建议遇事多冷静，不用做出不理智的举动。第2，为什么说小指过3关，不愁吃河川？老祖宗的10人术还管用吗？传统文化历经了数千年的风霜雨雪，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从未断绝。可见我们传统文化有着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即便是面对强弩的铁蹄，即便是面对敌人的钢刀，我们的文明依旧灿烂地在这片大地上绽放着自己的光彩。民间的俗语更是老祖宗千百年来传承的经验和智慧。俗语在老祖宗的口口相传之间能够流传至今，足以证明其价值。如果民间的俗语没能流传至今，也只是说明对于老祖宗来说，他们没有价值。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的俗语，必然有着一定的道理。语中囊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比如说人际交往中的识人之法。民间的老祖宗认为，一个人的外表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善恶贫富。当他这样的观点只是受制于老祖宗的知识水平以及当时社会的主观意识，才会有这样片面的认知。民间的很多识人俗语就是源自于此。就比如说小指过3关，不愁吃河川这句话，俗语小指过3关，不愁吃河川中的过3关，其实指的是小指的长度，过3关的3关其实指的是无名指上指节与指节之间的折线。这句话其实是说，如果小拇指的长度超过了最上面那条折线，就表明不愁吃河川。那么真的是这样的吗？
老祖宗的这句俗语又有什么样的道理呢？老祖宗认为，小拇指长的人，就是那些小拇指的指尖超过了无名指最上面的折线，或者是与之平行，就表明小拇指比较长。这样的人天生对语言比较敏感，可以有效地接受别人传递过来的信息。这种人不仅善于把握语言中的点点滴滴透露出来的情感，甚至还十分善于理财，十分精明。他们不见得善于言谈，却对语言十分敏感；他们不见得十分富有，却能够掌握自己手中的财富。而小拇指较短的人则不同，小拇指的指尖在无名指最上面那条折线之下，就表明此人的小拇指比较短，也就是说，他的小指没有过了3关。这样的人很难表达感受，或者是对自己的表达能力缺乏信心。不善言辞的他们，对于理财也不是很擅长，所以往往他们的生活在老祖宗看来是比较不如意的。但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其实对我们识人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很多人即便是小拇指比较短，但他们的生活过得也很幸福。这句话就是受到了古代老祖宗天命观的思想，才会流传于民间的。那么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过3关指的是啥？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所以说小指过3关，不愁吃和穿这样的俗语，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小指长的人不一定能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而小指短的人也不至于3餐不继，生活都是靠自己来经营，而不是听天由命。老祖宗的这些俗语，往往是依据他们那个年代的经验和思维方式来总结的。按照如今的观念来讲，这样的俗语或许不够客观，但却能够折射出老祖宗当时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第3，宁与喜时待怒人骄，不与怒时反笑人聊，啥意思？老祖宗的识人术，俗语是民间老祖宗的智慧结晶，他们不一定是对的，但却是老祖宗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的经验，也能够反映出老祖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民间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宁与喜时待怒人骄，不与怒时反笑人聊。人与人的交往，一定是生活中避不开的话题。那么，老祖宗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宁愿与遇到高兴的事儿却面带怒气的人交往，也不愿意与发怒时却面带喜色的人聊天呢？所谓喜时待怒，就是说这种人即便是在遇到了高兴的事情，也会是一脸怒气的样子。而在老祖宗眼中，这样的人往往是个直性子，而且通常都会是依据自己勤劳的双手来养家糊口。虽然生活比较艰辛，但从未有过害人之心。所谓怒时反笑，就是说这种人即便是在发怒的时候，也会是笑着的样子，面带喜色。老祖宗认为，这样的性格虽然坚韧刚强，也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但往往这样的人常常会在背后观察人，而且喜怒不形于色，多是心思深沉之人，一般人摸不透他的心思，甚至遇到了心思不正之人，说不定别人把你卖了，你还要帮人家数钱。所以老祖宗才会教导我们说，宁与喜时待怒人交，不与怒时反笑人聊。就是说，宁愿我们与那些性子耿直的人来往，也不要轻易与心思深沉之人深交。而这种怒时反笑之人，往往还会有一个称呼，那就是笑面虎。他们总会刻意隐藏自己的想法和意图，表里一套内里一套，是他们这种人的行事作风。比如说王熙凤，她就是典型的笑面虎，表明上对尤二姐关怀有加，背地里却唆使下人对尤二姐进行各种各样的攻讦算计，最后逼得尤二姐不得不吞金自杀。老祖宗的这句宁与喜时待怒人交，不与怒时反笑人聊，是民间识人术的代表。民间老祖宗的智慧浩瀚如烟，当然不只有这句俗语了。老祖宗还总结了很多识人术，什么样的人可以交往，什么样的人尽量远离，这样的识人智慧都藏在民间老祖宗的智慧中。
比如说，言谈间顾左右而言他，在旁人交谈甚欢的时候，他却冷笑以对。老祖宗认为这样的人往往是城府极深，并且居心险恶之人。再有，别人还没有发表完意见，他便急忙附和；还没有与人打交道，便对其进行恶意诽谤。这样的人往往都是庸俗下流之辈，不值得深交。等等。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也有人说人心隔肚皮，但是人们的一些想法却会在生活交往中的一些小细节中流露出来。老祖宗正是把握到了这些细节，通过人的一些情态、表情，甚至是外在表征，读懂了他的内心，这便是老祖宗的识人术。而我们所说的宁与喜时待怒人交，不与怒时反笑人聊之类的俗语，便是老祖宗通过日常的观察与总结，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智慧遗产。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